Hello， 腾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因为是登上春晚的舞台，就是作为一个挺有经验的人，会紧张吗？不太会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了。第一次我接到通知说要上春晚的时候，就已经紧张到不行了。但现在的话，就会很像回家一样，因为大家都很认识，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然后包括像舞台啊什么的，我都算是熟悉了，对，就很开心。这次为歌曲做了一个我很年轻的一个准备，做了一个我现在才20出头的准备。对，因为都是和20出头的男团女团一起唱歌嘛，所以就要做好一个给自己洗脑说我的青春才刚刚来的那种。因为你这两个这个蝴蝶结就很女团风。哦，其实这是为了搭配。大家对你这个绵阳音就觉得是你的小特色了，所以这次唱歌会不会有这个小奶音再现一下？哦不，这次是一个很低沉的声音，我要显得我的成熟在大家面前有与众不同的感觉。之前吐槽过你声音的爸爸已经开始喜欢你现在的风格了。他已经不再说什么了，他就是希望我在舞台上可以自信一点了。对。今年在春晚的彩排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小插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插曲是我们彩排的时候，大家堵了奶茶，就是彩排这次一共有就今天的彩排我们一共要就是要跳多少次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做一个打赌。后来李现输了。这是怎么他要被罚吗？奶茶。请大家喝奶茶是吧？对，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呢。对。未来在春晚的舞台上有什么挑战？未来的春晚上啊，其实好像没什么挑战，就做一个从来没做过的吧。对，未来的话太多了，那没做过的，所以慢慢来，反正每年都有春晚。没说过相声。哦，你别说这种话，反正我没说。结束表演之后，你的春节假期有什么安排吗？因为有一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结束完表演第二天也还是要继续工作。对。你们家过年的大餐就是往年有什么讲究吗？其实没啥讲究，主要是我妈妈做什么我都爱吃，所以我想吃什么我妈妈都给我做。我觉得这就是过年的意义吧，就她就也不会嫌累。对，反正除了我，还有很多小朋友也会到家里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家乡美食。家乡面肺子，哦天哪，我最近太想吃面肺子了，尤其是到冬天，而且马上就要过年，就会觉得面肺子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家说你是靠酸奶疙瘩走天下，有没有经常拍摄给身边人的记录？我差点听成靠酸奶疙瘩走红的。托了酸奶疙瘩的福，一带一路。酸奶疙瘩的话，安利什么？给大家一个给身边的朋友和制作的朋友安利，吃到吃奶疙瘩就吃到奶。对，有安利。哎，就不算安利，就是强行让他们吃。就他们说这什么东西可以吃吗？然后吃完，好多人说这是肥皂吗？这是洗衣粉吗？这什么味道？就好多人都，就是因为这个，就大家关系都不是很好。后来，有点类似北京的豆汁儿是吧？就是可能本地人知道看我不瞒你讲，我刚才就在隔壁棚，我喝了豆汁儿，我的天啊，就是不一样。酸奶疙瘩比较好吃。它毕竟是奶制品，这豆汁儿不一样，也不是说它不好的意思啊，北京的朋友们，这是我真的难以接受，希望你们也能体会我的心情。对，就你们不能理解酸奶疙瘩，我也有点豆汁儿也有点不太能接受。你小时候和长大了对于过年的期待有什么变化吗？不同的地方？小的时候就是希望多收点钱，长大以后就是可以自己的资金可以自由支配，但是要多往外发钱。我觉得这一点出入还是挺大的。没有发红包了是吧？没有，天哪，我爸妈也没有，也不好意思问。你发给他们吧。对，就是我发给他们，但是他们也不会发给我。给他们分享一下你过得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年。还是钱，还是因为钱，这个年让我印象深刻。是小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比较大的红包是800块，就是那个钱非常新。然后我当时摸着那个红包，就小朋友都特别鸡贼，我跟你说，拿着那个红包就会偷偷的这样捻一下，看看里边到底多厚。然后我当时抓，我觉得也就100吧，然后当时就没拆开，就是等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开始就是清算的时候，到房间自己卧室里一打开，哇，就一下掉起来800张。我觉得那时候真的800张啊，8张，800张。这是哪位富豪？对，不停的点嘛，点8遍。对，就觉得不是真的吧，就数了好几遍，800块，当时都是小学那会儿吧，应该都算是学费了。对，
小财迷了。对啊，我天啊，存了好久。你过去1年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关键词或者流行词？过去1年，关键字好像，和解这2个字吧，我觉得对。那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瞬间，或者说你感受到最幸福的时刻？印象深刻的瞬间应该是我就是3月份的时候要进组，那应该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出门。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路上人不是特别的多，那会儿去年3月底的时候，因为还是很多人都在隔离中，然后当时走出酒店，然后打了车到机场的路上，就是觉得就是感觉世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的那种。对，就是感觉在看一个电视剧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不上来，就是心里很不舒服，很凄凉的那种感觉。因为天也阴阴的，然后路上行人也不多，有的人也都就是路上有的行人也都在戴着口罩，然后就也没说话，因为那个我当时打的车，就我记得以前就北京的司机都很健谈嘛，但是当时司机也没说话，就是感觉这一路还挺长的，对，就是有那种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那种。所以说你关键词是和解，那你觉得正常的事情就过来了，就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是不是可以让？也不能完全是只是对疫情这件事情和解，我觉得更多也是自己和自己和解，自己和世界和解，还挺多的，自己和所有的一些事情和一些人和解，对。那你觉得过去这1年，特殊的这1年，你的变化是什么？变得开心了，对，变得敏感还是在，但是尽量不让自己有更多的关注在别人的情绪上的一些事情，就是我去做好我的工作，或者说我做好我的事情就好了，就是我也不会说我在做好我的事情的同时还要去顾及别人的情绪，这样，因为其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其实也不会去麻烦到别人了，所以就疫情期间你的出门比较少，那个网购会不会变多啊？没有，因为我还是要消毒嘛，所以我就很害怕，然后当时也没有去太多的网购，对，然后但是我买了很多泡面吧，对，就自己吃泡面。那有研究说最好吃的泡面和最不好吃的泡面是什么？这不能说呀，各种品牌，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泡面？辣一点的，未来1年最想挑战一个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挺多事儿都没做过的。我也是在每一个挑战当中，或者每一份工作当中，都有去找，可以尽可能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像拍杂志也好，或者说是只是简单的采访也好，或者说是拍剧是不太可能在，只是那个是表演上的一些改变，所以就是在一些其他的工作当中会去找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点，对，所以其实要说立一个 flag 说明年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好像也没有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去年好像是学一门语言还是学一门乐器，我2个都说过，但是也都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话其实轻松一点，然后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其他的一些挑战就留给要面对它的时候再去挑战。开心最重要。对，快乐的每天。就刚刚在微博解锁新的自拍，就是生命小可爱可以解锁更多新的自拍吗？不能2021年的已经发完了，我是这么写的呀，文案上就是2021年的自拍了。天哪，这多少人心碎？刚开始1年，心碎了。对呀，上了这个要有这么多新的美好的自拍。鼓励大家每个人都要去美女许多自拍，好好善用你的脸。作为腾讯视频的代言人，请用代言人的方式召唤观众们来年到我家看曹晶晶和你唱歌吧。各位正在收看腾讯 Big Bang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在2021年将会有我的影视作品，《长歌行》还有《你是我的荣耀》相继会在腾讯视频播出。看视频就来腾讯视频 VIP， 我在腾讯视频等你。